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四大女将军对决，谁最出彩？2025年的古装剧市场俨然成为女将军的竞技场，语进长安的离霜，一笑随歌的傅一笑，锦月如歌的何晏，山河枕的楚瑜，宋轶、李沁、周也、宋茜等四大女星纷纷披上战甲，演绎沙场之上的巾帼英雄。她们或失意复仇，或保家卫国，在战场上挥洒热血，在情感中经历纠葛。然而，女将军的形象从来不是铠甲与妆容的简单堆砌，核心在于融合战场历练的坚毅与女性特质的鲜活，既要展现统领千军的气场，又要保留角色的情感层次，诠释铁甲红颜的魅力。01离霜，玄幻包裹下的娇弱战神。语进长安中，离霜作为太进长风军守将，本是将门养女出身的边关守将，却在玄幻剧情与爱情线的交织中逐渐失焦。他的故事围绕敌国忠犬侍卫展开，战场救下失意的姚国皇子晋安，将其收为麾下。在追查细作与对抗邪术的过程中滋生情愫，却因晋安恢复记忆回归敌对阵营而陷入爱恨纠葛。然而，本该贯穿始终的家国叙事，最终让位于被男主伪装折磨又暗中保护的虐恋桥段。离霜的战场决策屡屡受制于情感，甚至需要依赖男主的异能庇护。所谓女将军更像是推动爱情剧情的工具人，大女主内核被娇妻设定取代。02傅一笑，神箭手的独立成长史诗。一笑随歌赋予傅一笑的锦绣国第一神箭手人设，擅长远程狙击与近战刀法，有着清晰且独立的成长脉络。他从死士营中浴血而生，平陵一战凭惊天一箭射倒速杀大皇子凤随歌，扭转败局的壮举奠定了其战场传奇的底色。遭人暗算，坠崖失忆后被迫与凤随歌寻找幕后黑手，从被利用到识破阴谋，从联手查案到并肩作战，傅一笑始终保持着以德服人、拿本事说事的女君子风范。他的故事避开了古偶套路，将个人成长与家国大义紧密结合，即便深陷情感纠葛，也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寻和对和平的守护，最终以神剑定乾坤，成为左右战局的核心力量。03何晏，重生剧本里的恋爱脑突围。锦月如歌中的何晏为何保家族爵位，被迫女扮男装成为堂哥何如飞奔赴沙场，成就飞鸿将军威名。荣归故里后却被堂兄何如飞设计，功劳被抢，双目毒瞎。大难不死的他转身为城门校尉之女何晏，再次女扮男装投身军营，开启复仇之路。这一涅槃重生的设定本应聚焦女性自我救赎，却在剧情改编中失了初心。重生后的何晏虽仍有战场戏份，却频繁陷入与男主的暧昧桥段、温泉共浴、打斗环抱等工业糖精情节充斥剧情，甚至出现战场器械寻夫的降智桥段，让原本坚毅的将军形象沦为披着铠甲的恋爱脑，人物弧光被泛滥的情感戏遮蔽。04楚瑜，将门虎女的家国担当。山河枕中的楚瑜是四位角色中最具传统女将特质的形象。作为大将军之女，她自幼习武，深谙兵法，既有协卫家132个排位长贵宫门的绝学，也有死守凤陵城的军事智慧。其故事以复仇与守护为核心，遭恋人背叛后被魏家所救，以长嫂身份扛起家族重担，与魏运联手追查魏家冤案真相，最终抗击北敌，诛杀叛臣，用战场功绩洗刷冤屈。楚瑜的叙事始终围绕家国大义展开，情感线作为辅助点缀，从未掩盖其英勇无畏、柔情善良的本质。人物行为逻辑与将军身份高度统一，颜值、演技与打戏的三重考验。颜值身材，铠甲能否撑起风骨？
女将军的外形适配度，关键在于英气与力量感的平衡。李沁饰演的傅仪孝以红衣射手造型惊艳出圈，清秀面容与挺拔身姿形成强烈反差。挽弓时的肩背线条展现出常年习武的力量感，即便身形纤细，也难掩眼神中的杀伐之气。周也的何晏则胜在面部轮廓的英气，男装造型被赞女将军建模脸。虽身材娇小，却能通过体态传递少年将军的利落感。但换回女装后，过于灵动的气质与战场历练的沧桑感略有脱节。宋熙的楚瑜凭借国泰民安的面部轮廓获得认可，穿上铠甲后气场沉稳，站姿与步太贴合将门虎女的身份。虽非肌肉线条明显的健硕体型，却通过肢体语言弥补了力量感的不足。而宋轶的离霜则因外形与角色严重割裂引发群嘲，不足90斤的纤细身材撑不起铠甲，收腰款战衣更凸显其娇小。追击敌人时提裙摆迈小碎步的镜头，与将军应有的豪迈风范背道而驰，被观众吐槽像闺阁女娘偷穿大人衣服。演技表现、气场能否匹配身份？演技的核心在于对角色精神内核的诠释。李沁将傅仪孝外柔内刚的特质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战场之上眼神锐利如剑，与敌人对峙时语气决绝，重伤状态下保持战斗本能，面对凤随哥的试探时，又能在警惕中流露一丝迷茫，眼神交织凌厉与脆弱感，情感层次丰富且真实。他的表演避开了用力过猛的霸气，通过微表情传递角色的坚韧，让观众信服这是从死士营杀出来的将军。宋熙的处于红衣舞剑时眼神坚定，长跪宫门时的隐忍与悲愤通过肢体张力传递到位，眉眼藏锋气场拉满，但在情感爆发戏中略显不足，与妹妹争吵时眼中无委屈的平淡表现被指人机感重。周也的何晏受制于剧情，但仍在有限空间内完成了角色塑造。女扮男装时刻意压低的声线与沉稳语气贴合设定，可惜在恋爱戏中未能保持将军的坚毅，撒娇卖萌的表演让角色前后割裂。宋轶的表演则被认为完全未能撑起角色，细声细气的台词缺乏威严，与士兵对话时带着撒娇感。即便身处战场，表情也多是娇羞柔弱，将铁血将军演成了需要保护的小丫头，彻底丢失了角色的核心气场。尽管他在情感戏份中展现出细腻演技，但整体将军形象仍显单薄，缺乏统帅千军的威严气场。打戏风格、动作能否彰显战力？打戏是女将军角色的试金石，直接决定战场形象的可信度。李沁的昆曲功底助力打戏行云流水，挽弓射箭、近身搏杀兼具力量与美感，摒弃慢镜头依赖。红衣射箭戏中，拉弓、瞄准、放箭的动作一气呵成，手部发力与身体姿态专业，无替身完成的连续射箭镜头被赞压迫感超强。近身搏击时招式简洁有力，眼神与动作配合默契，尽显神箭手的敏捷与果决。宋熙的楚瑜凭借舞蹈功底展现出独特优势，屋顶舞剑、红衣翩跹配合发带飘动，兼具力量感与古典美。长枪挥舞动作流畅优美，骑马挥剑戏份亲自上阵，策马持枪的战场镜头成为标志性画面。周也的何晏打戏中规中矩，长枪、鞭子等兵器运用娴熟，尤其战场披甲执剑、挥鞭杀敌的镜头，兼具力量感与战损美学。只是剑招套路化痕迹较重，被男主环抱等设计削弱了打戏的严肃性。宋轶的打戏则成为全剧槽点，身形纤瘦撑不起铠甲，拉弓时仅用3根手指，动作绵软无力，被嘲像在摆弄玩具。战场戏份中妆容精致，打斗时姿态扭捏，缺乏战场压迫感，完全没有浴血奋战的真实感，
被观众评为最拉垮的女将军打戏。观众口碑、市场反馈的真实标尺。01李沁，女将军天花板的共识。傅一笑成为4位角色中口碑最高的一位，豆瓣剧评中形神合一、惊艳、出圈等评价占据主流。观众认为李沁精准拿捏了女将军的精神内核，尤其是平陵之战的红衣射箭名场面。相关短视频点赞量突破100万，被奉为2025古装剧打戏名场面。多数评论提到，傅一笑的成功在于脱离了古偶套路，角色成长线独立完整，没有为恋爱牺牲逻辑，真正撑起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场，成为近年古装剧女将军角色的标杆之作。02宋茜，潜力股的口碑分化。宋茜的处于引发一定争议，但整体偏向正面。认可者认为其适配度远超预期，红衣披甲的造型兼具力量感与古典美，打戏的流畅度和眼神的坚定性获得肯定。有观众评价她的脸自带安定军心的气质，批评声音则集中在演技细节，认为其情感表达单薄，未能完全展现处于内心的复杂挣扎。该剧开分7.1，其中处于角色的贡献度被评为中等偏上，多数观众认可其完成了角色的基础塑造。03周也，被剧情拖累的遗憾。周也的何晏口碑呈现两极分化，观众普遍认为角色可惜了好人设。原著粉丝吐槽剧情魔改，把女将军改成了恋爱脑。战场寻夫哭戏女扮男装不被识破等情节被群嘲当观众瞎，但也有评论肯定周也的表现，认为他男装造型英气十足，在有限的正经戏份中展现了何晏的坚韧，若不是剧情拖累，本可成为代表作。该剧最终评分5.8，角色相关话题多围绕剧情槽点展开，周也的表演被认为及格但不出彩。04宋轶，违和感拉满的争议。黎双成为4位角色中口碑最差的一位，与进长安4.8的低分与该角色的争议直接相关。形神皆不合适观众的共识，3根手指拉弓提甲小碎步等片段被做成表情包广泛传播。相关话题宋轶女将军违和感阅读量破亿。观众尖锐指出，把娇妻内核套上女将军外壳，是对角色的侮辱。认为宋轶的表演和外形都与铁血将领的设定严重脱节，彻底浪费了人物设定的潜力。从人物故事的完整性来看，傅一笑的独立成长线碾压依赖爱情线的黎双与何晏。楚瑜的家国叙事虽扎实，但缺乏新意。在适配度层面，李沁的形神合一远超其他3位。宋茜的气场与周也的外形各有优势，却均有短板。宋轶则在颜值、演技、打戏上全面失利，而观众口碑的差距更为明显。傅一笑的天花板地位与黎双的争议体形象形成鲜明对比。他不仅通过精准的表演诠释了角色柔中带刚的特质，更依托扎实的人物设定与流畅的打戏，打破了女将军等于披甲谈恋爱的古偶套路，让观众看到了女性在战场与命运中的独立力量。这种形神兼备的塑造，正是女将军角色最核心的魅力所在。4大女将军角色中，李沁饰演的傅一笑无疑最为出彩，宋茜饰演的楚瑜次之，周也饰演的何晏略强于宋轶饰演的黎双。女将军不应是披着铠甲的闺阁女，而应是铠甲之下有风骨的真正强者。成功的女将军角色需要剧本赋予独立灵魂，更需要演员以演技注入生命力。当古装剧市场不再将女将军作为吸引流量的噱头，而是真正聚焦角色的精神内核与成长弧光，才能诞生更多如傅一笑般深入人心的铁甲红颜形象，让巾帼不让须眉的叙事真正打动人心。